为什么你的咖啡机没用上半年就故障频发？看似清澈无比的水，究竟对你的咖啡机做了什么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窝娃的咖啡频道。今天我们就以水沟的视角来看看它究竟对咖啡机做了什么。我是一个水沟，由氢氧化镁、碳酸钙和碳酸盐组成。由于我们不溶于水，会从一个小小的结晶体逐渐壮大。在我还是钙镁离子的时候，随着自来水管线由咖啡机水泵的进水口进入咖啡机系统，通过单向阀、电磁阀一路来到锅炉内部。随着温度升高沸腾，释放二氧化碳后，我会变成氢氧化镁、碳酸钙还有碳酸盐，最终我成为了水沟。我喜欢附着在金属物体上，我附着在加热体上。锅炉内部也会在每次萃取时，随着水流压力而游动到管道内、阀体内、限流阀内、冲煮系统内、热水系统、蒸汽系统，我无处不在。当我在锅炉内部集结的时候，我会附着在加热体上。由于我的导热系数很低，会让加热体的加热速度变慢。如果我附着在锅炉内部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发现总是在不停的上水，因为我占用了空间。我也会随着蒸汽来到真空阀或安全阀搞破坏，让真空阀的阀杆阻塞，让安全阀的弹簧失灵，让锅炉有爆炸危险的隐患。我也会附着在各种探针上，让探针失灵。当我在加热体的附着面积足够大足够厚的时候，加热体就会干烧，导致线路损毁，彻底消灭锅炉的加热系统。随着分流，我来到了 GS3 蒸汽锅炉中，为冲煮锅炉提供热交换的管道内。我附着在内径只有3至5毫米的管线中，阻挡水流，让水流变慢。附着在外部，我将阻止热交换的热量传导，使温度上升变慢。失温，我又随着水流来到混合阀，冲煮锅炉。在这里依然有我的很多兄弟姐妹，他们做着我对蒸汽锅炉做的同样的事情。他们还会通过冲煮系统进入直径只有 0.6 到 0.9 毫米的限流阀内，堵塞限流阀，导致无法出水。迫于水压，我又被推进了分水盘中，继续堵塞通道，使水流分布不匀。随着堵塞严重，我将破坏电磁阀系统、流量系统，最终彻底摧毁冲煮系统，导致失温失压、出水量严重减少等问题。我的一个分身随着蒸汽游走到了压力表管线中，另一个分身来到了蒸汽管道中。你会发现压力表的压力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压力显示忽上忽下，释放蒸汽的时候会出现突突感。随着管道堵塞严重，我将彻底摧毁蒸汽系统。我又来到热水系统，由于我沉积在冲煮锅炉底部，会随热水排出咖啡机。你会在咖啡杯中发现我的身影。在水硬度严重超标的地区，长期作用下，我还会逐渐侵蚀水泵，使上水系统失灵。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水沟对咖啡机的伤害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你有多久没有维护你的咖啡机了？你的咖啡机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